我花300万买的一梯一户，电梯居然只停单数楼层，想回家就得先坐到9楼，再走楼梯下8楼去找物业。对方竟然一脸不屑，想直达先交6万升级费。什么费？合同里可没这条。不服你去告啊，反正全楼业主都交了。我咬牙交了钱，物业经理转身就在群里炫耀，这些傻子钱真好骗。我忍无可忍，把房子挂在所有售房平台，标题写着电梯诈骗楼盘，亏本甩卖附证据。消息传开，整个楼盘的准业主全部退订，楼盘口碑瞬间崩盘。物业经理带人堵在我家门口，哥，求您把房源撤了，钱我们双倍退。不久之前，我省吃俭用买了套房。入住那天，我满怀期待走进电梯，但很快就发现这电梯有问题。不管我怎么按8楼按钮，电梯始终会停在9楼。来回试了几遍，依然如此。我愣在电梯里，直到电梯发出催促警报，我只能拖着拉杆箱走出电梯。什么情况？新楼盘也闹鬼吗？新来的吧？双数层本来就不停。你住几楼？8楼。那你得从这儿爬下去，要么就交钱让物业给你开通直达。什么意思？双数层不停？凭什么？我走到楼梯间，推开沉重的防火门，望着像阴间一样的楼梯间，心里一阵火大。只有1层，就1层而已。等我费尽千辛万苦到8楼时，汗水已经浸湿后背。回到家，脑子里全是那个女人的话。新来的吧？那你得从这儿爬下去。我猛地坐起来，翻出购房合同、物业管理条款、电梯使用规定、公共设施说明，没有一份文件写着双数层电梯不停，只有一句：本小区配备双层电梯系统，为业主提供高效便捷的出行体验。而且当时售楼小姐还专门说过双层电梯。双层电梯就是电梯速度快，等待时间短，很多豪宅都用这种。她也没说双数层不停啊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我每天都会测试电梯。早上出门，电梯跳过8楼；晚上回家，电梯跳过8楼；中午出去拿外卖，电梯还是跳过8楼。我每次都要从9楼走下来，或者从7楼爬上去。第4天早上，我直接杀到物业办公室，前台是个20出头的小姑娘，正在玩手机。有事吗？我要投诉电梯问题。什么问题？电梯不停双数层，这不合理。这不是问题，这是设计。你要找赵经理，但他很忙。没事，我等他。随便。我在旁边的椅子上，从9点等到11点。赵经理终于出现了。赵哥，这位业主找你。进来吧，说吧，什么事？电梯不停双数层，这在合同里没有约定，我要求恢复正常。想直达可以啊，交6万升级费，当场就能开通。6万？当初合同里可没说坐电梯还要收费啊！嗨，合同写了双层电梯系统，这就是双层电梯啊，1层停单数，1层停双数，有问题吗？那为什么双数层业主要交钱才能直达？因为这是升级服务啊，你买车还分配置呢，基础版和豪华版价格能一样吗？废话，肯定不一样啊！电梯是公共设施，不是商品。那你去告啊，反正全楼业主都交了，就你事多。赵经理的眼神让我浑身发冷，是轻蔑，是看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傻子。我就是累死，从这里跳下去都不会交1毛钱。那你就接着爬呗，没事儿，你可以走了。我转身往外走，当手按在门把手上时又停住了。我脑子里闪过这几天的画面，拖着沉重行李箱下楼梯，提着超市的购物袋爬楼梯，每次路过9楼，还要忍受邻居的冷嘲热讽。总有人不交费，天天蹭。刷卡还是转账？都行，不过刷卡方便点。6万块，我好几个月的工资原本是用来购置家具的，现在居然交了这么荒唐的费用。江先生，明天电梯就能停8楼了，真香啊！以后有问题随时找我。我接过小票，纸张还带着温热。此时想暴打赵经理的心已经达到了顶峰。没事的话，您可以先回了。回到家，心里越想越憋屈。这时手机突然震动了一下，是翻斗花园业主群，赵经理发了条语音。哈哈哈，今天又搞定一个愣头青，这些傻子真好骗，6万就这么到手了，比我1年工资还多。赵哥厉害啊，他最后不也乖乖交钱了？那男的还挺倔，结果真香现场啊！兄弟们，晚上撸串，我请客。我盯着屏幕，耳朵发出耳鸣，傻子，好骗，真香！我用颤抖的手截图保存证据。几秒钟后，赵经理就撤回了消息，还发了句开玩笑的，大家别在意。此时我已经懒得和他置气，我翻出所有合同证据整理成册，注册了蚌壳、联家、69同城，所有能挂房源的平台一个不落，又将电梯停9不停8的视频附上，房源标题上写着电梯诈骗楼盘。
280万亏本甩卖，描述里详细说了6万电梯费的事，还贴上小票证据。发布后回床上，这次很快就睡着了。第二天早上9点，我被手机震醒，房源信息弹了30几条评论。这也太坑了吧！还有这种操作？这明显是诈骗，楼主赶紧起诉啊！我去，昨天刚给的定金，幸好看到了，等会儿就去退。评论区全是清一色叫骂开发商和物业的，同时问房电话开始不断打进来，所有人都是问的电梯问题。我全部耐心解释，确有其事。最后，赵经理的电话打了过来。讲道理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卖房啊！我自己的房子不能卖吗？你少装糊涂！你挂的那些内容是想搞垮我们吗？我只是实话实说，不服你报警啊！讲道理，你别敬酒不吃，赶紧把房源撤了，不然别怪我不客气。哼，不客气。赵经理打算怎么不客气？你会后悔的。后悔？我选择开打就不会后悔。随着房源浏览量爆炸式增长，很快就被自媒体搬上短视频传播，评论区彻底炸了。有人骂物业黑心，有人说要举报，还有人直接说刚交了定金，现在就去退。我截图保存那个说要退定金的评论，这才是我想要的效果。中午12点半，我出门拿外卖，很不巧，又在7楼的电梯里遇见赵经理。他脸色铁青，甚至能听到沉重的呼吸声。江先生，做人留一线。你们先把事做绝了，都说无意，各凭手段吧。你这样搞，对你有什么好处？房子砸在手里，你1分钱赚不到。谁说我要赚钱？那你想干什么？我想让所有人都知道，这个楼盘有多坑。你想搞垮我们？哎，别乱说，我只是在卖我自己的房，有什么问题吗？江先生，您这样闹，让我们很难做啊。难做，那就别做了。怎么，你们想学英伦联邦殴打业主啊？放心，我们是金牌物业，不会学他们对业主军事化管理的。只是您挂房源上的那些话是不是太过了？过分的是我说出真相，还是你们收我6万块钱？这人疯了吧？房子卖不出去，还连累我们？连累？我每天爬楼梯的时候怎么不说连累？回到家后，手机又来电话，这次是售楼处的销售主管。江先生您好，我是翻斗花园的销售主管王敏，能占用您几分钟时间吗？有什么事吗？是这样的，关于您挂出的房源信息，我们这边想跟您沟通一下。有什么好沟通的？江先生，您这样挂出来对楼盘的影响很大，其实我们可以私下解决的。您的诉求无非是电梯问题，我们可以协调物业把那6万块退给您。只退我一个人的？这个其他业主的情况比较复杂。怎么复杂了？不都是交了6万吗？江先生，我们做生意都不容易，您这样搞，整个楼盘的口碑都毁了。那你们当初卖房的时候，怎么不告诉我电梯只停单数层？这个合同里有写双层电梯系统，但没说双数层要额外交钱。你们这是欺诈，懂吗？江先生，您这样对您自己也没好处。您的房子挂这么久，一个成交都没有，您不觉得亏吗？房子烂在这儿，我都不在乎。您真的要鱼死网破？你们死不死我不知道，但我这条鱼肯定活得好好的。他们到现在还觉得我是在闹，到现在还觉得退钱就能解决，根本没意识到问题出在哪里。下午3点，业主群突然热闹起来。刚看到新闻，有人把咱们楼盘的房子挂网上了，说电梯有问题。是谁呀？这不是砸我们所有人的饭碗吗？是8楼的江道理吧？什么情况？交了钱还要闹？现在弄得人尽皆知，我们的房子都要贬值了。我看着这些消息，打了一行字：因为这6万块本来就不应该交。你们这群被物业驯化的狗，那你当初为什么要交？你这样闹，我们的房子都卖不出去了，你负责吗？我看着这些质问，突然觉得好笑。他们不去问物业为什么要收这笔钱，反而来质问我这个吹哨人。你们不觉得被骗了吗？300万的房子连电梯都不能正常用，还要再交6万，这合理吗？没人回复我，因为他们心里清楚这不合理，但他们交了钱又不愿承认自己被骗。大家一起装作什么都没发生，维持房价。可我凭什么要装？我已经保留了所有证据，包括物业在群里骂你们傻子的截图。你们愿意当傻子，我不拦着，但我不愿意。这次业主群彻底炸了，大家纷纷询问物业什么时候说的。我把之前保存的截图发出去，所有业主都开始活跃起来，大家纷纷艾特赵经理出来解释。但赵经理知道事情闹大，不敢冒头。随后我联系了当律师的大学同学顾凌峰，把整件事从头到尾说了一遍，约定明天去他的律所详细谈。晚上8点，我正在整理明天要带给顾凌峰的材料，门外突然响起敲门声。杨先生，开门！我走到门边，从猫眼往外看，是赵经理一群人。有事吗？江先生，开门，我们聊聊。有话直接说吧。
你这样像话吗？大家都是邻居，何必闹得这么犟？那你们这样算什么？私闯民宅吗？什么私闯民宅？我们就是来跟你谈谈。我是物业主管，你可以叫我陈姐。您开门吧，大家好好说，都是为了解决问题。有什么话你们在门外说就行。您看这样行不行？6万块给您原路退回，您把房源信息撤了，这事儿就算过去了。只退我一个人的？这个，您先撤了，其他业主的事我们会慢慢处理。慢慢处理，处理到什么时候？讲道理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我们都低头了，你还要闹到什么时候？我没闹，我只是在卖我自己的房子。你少装！你挂那些内容，明摆着就是要搞垮我们。那是事实，难道我说的不对吗？你这样闹对您没好处啊，房子卖不出去，打手里多亏啊。唉，你用你们担心，千金难买爷乐意。你这样搞，整个楼盘的口碑都毁了，其他业主的房子跟着贬值，你想过吗？那你们当初收钱的时候，想过这些后果吗？你们设计这种费用，想过业主的感受吗？现在出事了，就来怪我说出真相？讲道理，你别太过分，信不信我让你在这楼里待不下去？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你把我们往死里整，我们也不会让你好过。你打算怎么不让我好过？这楼里的事儿都归我们物业管，你家要是断水断电，或者电梯出点故障，别怪我们。你有种的话，就再说一遍。我说，你要是再闹，别怪我们给你断水断电。你是有种，但你没脑子，我都录下来了。你太卑鄙了！你录音？对，从你们敲门开始，我就录了。就在这时，楼下周婉君老师从楼梯口推门出来。大晚上的，你们楼上在干嘛？噪音这么大。小赵，你们这是干什么？这么多人堵在人家门口。周老师，没事，我们就是跟江先生聊聊。聊天也不用堵门口吧，小江？怎么回事？周老师，他们想让我把房源信息撤了，还威胁我要断水断电。小赵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物业还能赶业主？周老师您别误会，我们不是那个意思。此时吵闹声让楼上楼下的邻居都从楼梯间出来看热闹。怎么了这是？不会真的要对我们军事化管理吧？各位邻居，不好意思打扰大家了，我因为曝光电梯的事，现在物业来找我，要给我好看。电梯什么事儿？你们都交了6万电梯费吧？这笔钱就不该交。你说的对，这钱就不该收。我是单亲妈妈，那5万块是我攒给孩子读书的，结果全给了物业。就是他当时说不交钱，电梯就永远不停我家。我怕每天抱着孩子爬楼梯，只能交。我腿脚不好，每次爬楼上来，膝盖肿得老高。我去找物业，他们说要么交钱，要么忍着。原来不管单数双数都要交钱，大家都被骗了。赵经理，这笔钱怎么说？这是双层电梯系统的升级服务。什么升级服务？你们就是骗钱！你们这是要闹事吗？是你们先闹的，不仅堵我门，还要给我断水断电。赵经理，快走吧，不打逆风局。小江，你别怕，有我们在。江哥，你做得对，我早就想说了，就是不敢。那天晚上，我们几个邻居在周老师家里商量，大家说着各自交电梯费的经历。我这辈子没遇到过这种事，买个房子，连电梯都不能正常坐，还要被骗钱。当时赵经理说这是技术升级费，不交的话，电梯系统识别不了双数层。不只是双数层，我们11楼也交了，而且交了8万，否则电梯用不了。这物业真不是东西，不仅黑白通吃，价格也是见人下菜。我们必须统计一共多少人交了这笔钱。没问题，我来记。于是，在场所有人拿出手机联系熟悉的邻居，询问电梯费。没多久，周老师统计完成，共有32户业主缴纳过电梯费，总金额高达190万。我的天，这得骗多少家庭啊！我们哪个不是辛苦攒钱买房的，就这么被他们骗走了？这钱我们必须要回来。明天我就去我同学的律所咨询，大家把能收集的证据都找出来。还有，大家发动更多的业主知道这件事，大家团结起来。当晚，我们建了个新的群，名字叫翻斗花园业主维权群。
周老师负责统计受害人数和金额，我负责整理证据和对外沟通。恰好刘女士说她有个朋友是记者，可以帮忙联系媒体，大家分工明确，从受害者变成了战友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带着证据准备去律所，出门时刚好遇到从8楼电梯出来的周老师。赵经理连夜让人改的，说是系统升级，现在所有楼层都能停了。系统升级，说的真好听，钱都收了，现在补救有用吗？坐吧，都在这里了。你们物业胆子真大啊！你们业主也是真蠢。怎么样？这些证据管用吗？证据很充分。那能告他们吗？能，这是典型的合同欺诈。你看，这里只写了双层电梯系统，但没有说明具体运行方式，更没有说双数层需要额外交钱。销售当时说这是高档配置。对，这就是诱导性销售，故意模糊表述，让你误以为是好东西，实际上是挖了个坑。这个聊天截图更直接，物业人员在内部群里公然炫耀骗钱，这是主观故意。那我们应该怎么做？第一，向住建局投诉，要求他们介入调查；第二，向消协举报，要求他们协调处理；第三，如果前2个途径解决不了，我们可以提起集体诉讼。我们成功率有多大？只打民事诉讼，至少80%，而且建议你们同时走行政投诉，让住建局和消协介入，给开发商和物业更大的压力。我这就回去着手准备。从律所出来后，我立刻联系刘姐。刘姐，现在可以让您记者朋友开始活动了。挂了电话，我又给周老师发了条消息，让他同步去住建局投诉。下午没回家，直接闯进市消费者协会，填了投诉表，把所有证据都提交了一份。3个工作日内给您答复。晚上，一个陌生号码打了过来。你好，我是武川观察的记者方瑜，刘女士跟我说了你们的事，我觉得很有报道价值。谢谢方老师愿意帮忙。不用客气，不过我要提前跟你说清楚，一旦媒体介入，这事就没有回旋余地了。你想清楚了吗？哈哈，从他们收我6万块，在群里嘲笑我是傻子的那一刻起，就已经没有回旋余地了。我现在只想让更多人看到真相。好，那明天下午2点，我们在你小区门口见。那天晚上我又失眠了，不是害怕是激动。律师、住建局、消协、媒体，所有能用的力量我都在用。我不知道结果会怎么样，但要让那些骗子知道，有些人不是那么好欺负的。方老师，你好。你就是江道理吧？这位是摄像师小王。我们直接开始吧，先拍电梯，再采访业主。干什么的？不能随便拍。我们是来采访的。赵经理，有记者来了。方瑜没理他，直接带着我俩往里走。到了电梯口，小王开始拍。你就按平时的操作来，我们全程拍下来。拍完电梯，我们去了周老师家。方瑜问了他很多问题，说到膝盖的时候，他掀起裤腿。小王把镜头对准那肿胀的关节。我每天爬楼梯，膝盖积液抽了3次，医生说再这样下去，以后走路都成问题。不许拍，这是侵犯商业机密。我们在合法采访，你这是妨碍新闻自由。什么新闻自由？你们就是来搞事的！不许拍！你想干嘛？我不许他们拍！这是我家，我允许他们拍，关你什么事？好好好，你们会后悔的。赵经理，谢谢你提供了更好的素材，你刚才的行为我们都拍下来了。给我等着！这期节目我们会加急做，今晚就能播。这么快？这种民生新闻时效性很重要。那太好了，谢谢方老师。方宇走后，心里涌起一股力量，有那么多人在支持我，这件事一定能成。晚上8点，我守在电视前等待新闻播报。本台记者今天接到市民投诉，某楼盘电梯只停单数层，双数层业主需额外缴纳数万元升级费。该楼盘位于翻斗大街翻斗花园。据了解，该楼盘单一栋楼就有32户业主被收取此费用，总金额高达190万元。而购房合同中并未明确标注此项收费。目前住建局已介入调查，这种行为涉嫌合同欺诈，严重侵害了消费者权益。我们将持续关注此事。新闻结束，我坐在沙发上看着手机愣了好久。维权群已经沸腾，开始刷屏。哦，看到了，上新闻了！太好了，这下开发商跑不掉了。江先生，威武！这时售楼部又打电话过来。江先生，您看新闻了吗？您这样搞，我们真的没法做了。
天退了5组客户，全是看了您的房源信息和新闻。那很好啊，至少他们不用再被骗了。江先生，我求您了，把房源撤了吧，我们真的赔不起。事已至此，不是我能决定得了。你应该去找开发商和物业，问问为什么要设计这种电梯，为什么要骗业主的钱。可是，没什么可是，你也是打工的，应该能理解我们的心情。我们花了几百万买房，结果连电梯都不能正常用，还要被骗钱。换成你能接受吗？我们销售部也是受人之托拿提成罢了，对不起。我放下手机，走到窗前，看着楼下的路灯亮着，有人在遛狗，有孩子在追逐，一切看起来那么平常，但我知道有些事情已经开始躁动。那天晚上，物业和开发商的客服电话被打爆了，业主群里有人说售楼处的灯一直亮到凌晨3点，有人预测开发商的股价开盘就会大跌，还小道消息说住建局的调查组明天就要来。我看着这些消息，心里特别平静，因为该来的总会来。新闻播出的第2天，事情开始全面发酵，我的房源浏览量已经破100万，短视频平台的评论更是突破3000，支持业主的和开发商请的水军骂得昏天地暗。上午10点，住建局的调查组进驻翻斗花园，3个工作人员拿着文件夹，表情严肃，先去了物业办公室封存了所有资料，然后开始挨家挨户找业主了解情况。您好，我们是住建局的，有几个问题想了解一下。辛苦了，一定如实回答。您是什么时候发现电梯问题的？交房第1天。物业是怎么跟您说的？我把当时的情况详细说了一遍，包括赵经理的态度、收费过程，还有他在群里炫耀的行为。您这些证据都保留了吗？有的，都在这里。他们拿着证据一份份仔细查看，时不时还互相沟通。您做得很对，这些证据很重要。那调查结果什么时候能出来？快的话3天，慢的话1周。他们走了之后，我松了口气，官方介入，事情就有希望了。下午，开发商的营销总监钱广元来了。江先生，我是翻斗花园的营销总监钱广元，冒昧打扰了。江先生，是这样的，关于您的诉求，我们公司非常重视，今天专程来就是为了解决问题。怎么解决？您的6万块我们全额退还，另外我们愿意再支付2万元作为精神损失补偿，您看如何？8万比我交的多了2万，很有诚意嘛。那其他业主呢？其他业主的情况比较复杂，需要挨个处理。怎么复杂了？不都是交了电梯费吗？有些业主已经使用了直达功能很长时间，这个成本我们也要考虑。不就是想让我收钱闭嘴，拔了我这个刺头？其他业主能拖就拖的套路吗？钱总，您这算盘打得真好。我拿了钱，其他业主就成了散沙，您就可以各个击破，是吧？江先生，商业上的事大家都要讲点规矩。规矩？卖房的时候怎么不讲规矩？合同里明明没写要额外收费，您为什么要收？那是物业的问题，跟我们开发商无关。好，没关系是吧？那你给我解释解释，什么叫电梯附加费分成协议？你哪里来的这个？与你无关。重要的是，您还敢说跟开发商无关吗？江先生，做人留一线，日后好相见。不劳钱总费心了，我这人不太会做人，只会较真。在这自扫门前雪的年代，你当初投鸟会后悔的。这话我听过很多次了，但到现在我还没后悔过。钱总，别生气呀，等等我。钱广元走后，我绷着的心终于落下来。刚才我表面上很强硬，其实心里慌得很。那可是黑白通吃的地产开发商总监，是一句话就能让我在这个城市混不下去的人。但我不能退，一退之前的努力就白费了。当晚，维权群里的人又在周老师家会合。我今天接到开发商电话，说要退我钱，但要签保密协议，还要删掉所有相关的聊天记录和证据。他们给我打了好几个电话，说只要我不闹，多退我1万。这是想分化我们，大家千万不要答应。我们要一起行动，不能被各个击破。大家听我说，咱们好不容易走到这一步，可不能前功尽弃。不管开什么条件，都别答应。咱们一起把钱要回来。谁要是私下和解了，那就是我们所有人的敌人。对，没错。住建局的调查比预期的快，第3天下午他们就公布了通报。经调查，翻斗花园项目的双层电梯系统存在以下问题：开发商在销售时未如实告知电梯运行方式，涉嫌诱导性销售。经技术鉴定，该电梯系统一切正常，限制双数层停靠纯属人为设置，不存在技术障碍，责令开发商和物业公司立即整改，退还所有不当收费，并对相关责任人进行处罚。看完这条通报，我整个人都懵了。不存在技术障碍，纯属人为设置，也就是说，他们从一开始就是在骗钱。那个什么升级费、电梯费，完全是凭空捏造的，利用信息不对称骗了业主190万。我们这些人辛辛苦苦赚钱买房，就这样被他们当傻子一样耍。此时维权群里的消息已经爆炸，
我活了60多年，没见过这么黑心的，拿我们当提款机，想怎么骗就怎么骗。邻居张先生在群里号召大家上门要钱，大家群起而攻之，准备到物业门口堵门退钱。果然当天下午，物业就发了通知，接到住建局整改要求，现将所有业主所缴纳的电梯升级费全额退还，请各位业主携带缴费凭证和身份证到物业办公室办理。就这么简单一句话，没有道歉，没有解释，没有任何诚意，好像他们只是做错了一件小事，现在改了就行。我看着这些消息，突然觉得好笑，不可能，这件事远远没有结束。于是我马上给律师顾凌峰打去电话，喂，老顾，住建局的通报你看到了吗？看到了，恭喜你，第一步成功了。那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做呢？接下来就是追究法律责任。他们退钱是应该的，但合同欺诈不是退钱就能了事的，必须让他们付出代价。能成吗？能。住建局的通报坐实。他们的违法行为，我们现在有官方背书，起诉的话胜算很大。行，那就起诉，到时候我们再联名委托你们律所。好，我这2天把材料准备好，下周就可以提交了。挂了电话，我把顾凌峰的意见发到群里，大家都同意起诉开发商和物业。第2天，我们一行10几个人浩浩荡荡地去了物业办公室，在前台办理退款的是陈姐，她态度比以前好多了，不再趾高气扬，说话也客气了。各位业主，请出示缴费凭证和身份证，我们会立即办理退款。多久能到账？大概3个工作日。为什么要3个工作日？钱不是在你们账上吗？这是公司流程，我们也没办法。收钱的时候当场就到账，怎么退钱就要3个工作日了？这是财务那边的规定。我不管什么规定，今天必须给我一个准确的时间，否则我就躺在这里。对，必须给个说法。这么大一老太太躺这儿，出了事你负得了责吗？陈姐没办法，打了好几个电话请示。各位业主，2个工作日，这是最快的了。行，2天就2天，要是钱没到账，我老太婆就躺在这儿不走了。当天晚上，本地新闻又播报了事件后续进展。此前报道的电梯收费事件有了最新进展，物业和开发商涉嫌合同欺诈，目前已责令整改并退款。目前部分业主已向法院提起诉讼，要求开发商和物业赔偿，并追究法律责任。我们将持续关注。2个工作日后，6万块钱到账了。维权群里大家也陆续说收到了退款，但有很多业主只收到了5万8。物业那边的解释是财务规定扣了手续费。业主们质问陈姐是什么规定，拿出来看看。陈姐支支吾吾半天拿不出来，只能表示跟上面反映一下。这一反映又是3天，业主们终于失去了耐心。恰好顾凌峰把诉讼材料发给了我，我们几10个业主一起去了法院。立案大厅里，工作人员接过材料看了看。你们这是集体诉讼？没错，被告是物业公司和开发商，诉求是什么？要求退还不当收费，赔偿损失，并追究相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。好，你们的材料我们收到了，7个工作日内会告知是否立案。从法院出来，天已经黑了。我们走在法院门口，心里特别踏实。不管结果怎么样，至少我们努力过了。晚上，住建局和公安终于发布了联合通报，对物业公司罚款50万，并吊销资质；对开发商罚款100万，列入不良记录，3年内不得在本市修建楼盘。对赵经理和钱广元分别给予行政拘留15天的处罚。处罚决定公布后，业主群里沸腾了整整1夜。但我知道这还不够，诈骗了190万，就这么轻飘飘的罚一下就完了？不行，斩草要除根，必须追究刑事责任。第2天一早，我找到顾凌峰，我要报案。想清楚了吗？刑事这条路一旦走上，就是死磕到底。他们会用尽各种办法阻挠。想清楚了，必须死磕到底。走吧，我跟你一起去报案。这种案子需要律师在场，否则他们可能会敷衍了事。下午2点，我们到了刑侦大队，接待我们的是个40多岁的李警官。他看着我们提交的材料，表情越来越严肃。你们这个案子，我在新闻上看到过。李警官，这不只是我们一个楼盘的事，他们这套手法用了不止1次。你们有其他楼盘的线索吗？这个群里2000多人，大部分是其他楼盘的业主，他们遇到的问题跟我们一模一样。你把这些人的联系方式发给我。我立刻整理了一份名单发给他。3天后，李警官给我打来电话：江先生，情况比你想象的更严重。怎么了？我们扩大了调查范围，发现这个开发商和物业公司3年内在本市4个楼盘都用了这套手法，涉案金额初步估算超过800万。800万？难怪赵经理一开始就针对我。如果不是我们站出来，这个数字还会继续增长。赵坤和钱广元已经被我们控制了，正在接受调查。你们做了一件大好事啊！挂了电话，我坐在沙发上，半天回不过神，想起刘女士的眼泪，想起周婉君老师肿胀的膝盖，还好我们没有放弃。1周后，消息传来，赵坤和钱广元因合同诈骗被官方逮捕。小区的业主普天同庆，大家自发拉起横幅在小区庆祝。太好了，
终于抓起来了，他们也有今天。3个月后，法院开庭，我和一些业主申请了旁听，看着赵坤和钱广元被带进来，公诉人宣读起诉书，每一条罪状都清清楚楚。虚构升级费概念，诱导业主缴纳费用，物业与开发商勾结，按比例分成赃款。赵坤的律师还想辩护，这是公司行为，个人只是执行。被告人赵坤作为物业经理，明知收费不合法，仍然执行并从中获利，主观恶意明显。钱广元的律师却反咬一口，开发商只是设计了双层电梯，收费是物业的决定。这份协议是谁签的？上面清清楚楚，物业和开发商按4比6分成，这还不是勾结吗？法庭辩论持续了2个小时，最后法官宣布休庭，择日宣判。小将啊，辛苦你了。周老师，是我们所有人一起努力的。2周后，判决书下来了。赵坤，合同诈骗罪，有期徒刑4年，并处罚金20万。钱广元，合同诈骗罪，有期徒刑5年，并处罚金50万。物业公司和开发商共同赔偿所有受害业主双倍返还不当收费，总金额1616万。判决书贴到物业大门口的时候，所有人都沸腾了。赢了，我们赢了！恶人有恶报，天道好轮回呀。判决生效1个月后，赔偿款全部到账，我的卡上多了6万。全楼32户业主都拿回了属于自己的钱。周末，楼里的业主组织了一次聚餐，32户业主来了大半。今天把大家叫来，就是想说声谢谢，谢谢小将带着我们维权成功，还要谢谢所有人，是大家团结起来，才有今天。来，为我们的胜利干杯！窗外的灯光一盏盏亮起，这座城市还有多少人正在经历不公？那些还在黑暗中摸索的人，坚持住，一定要反抗，你们一定可以赢。